第12章，锦衣临城。那住手！像是一道铁令，不是因为音量，而是因为气。来人站在街角，没有踏前一步，却已经让整条街的空气沉了下来。一身暗色劲装，线条利落，衣料却极为讲究，暗纹隐约浮动，在晨光下不张扬，却压得住场。那不是江湖客会穿的衣服，却又比官服更贴身，更利于行动。劲装将他的身形衬得格外伟岸，肩背笔直，站姿如枪。更让人在意的却是他的脸，没有怒色，却不容置疑；没有杀气，却让人不敢动。那是一种久居高位，长人生死后自然而然沉淀下来的威势，只一人便镇住了全场。四周原本躁动的气息，像被人一把按进水里，连涟漪都不敢再起。锦衣卫不知是谁，低低吸了一口气。那3个字像是被人从喉咙里挤出来的，带着本能的畏惧。锦衣卫这3个字在凤城意味着什么？没有人不知道。那不是普通的官差，也不是地方衙役，那是直属天子，只听一道圣旨行事的存在。江湖不敢惹，官府不愿碰，连城主府都得给3分颜面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种地方，这种层级的事情，竟然会引来锦衣卫。司业也愣了一下，不是因为那一声锦衣卫，而是因为那股气场，让他瞬间意识到，事情已经彻底超出了原本的预期。可他只愣了一瞬，下一刻，他猛地转头看向身后，不语。他不知何时已经站不住了，脸色苍白的吓人，嘴唇毫无血色，整个人像是被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冷汗一层一层的往外冒。他的身体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某种更深层的颤栗。司业心头一紧，他一步上前，顾不得周围还站着多少人，伸手将他接住。不语。他的声音很低，却压得很稳。他没有回应，眼睛紧闭，眉头却微微皱着，像是陷在什么无法挣脱的梦里。那不是单纯的昏厥，更像是被什么记忆拖了进去。司业的手收紧了些，他向来不怕危险，不怕死局，可这一刻却有一种久违的焦躁从心底冒出来。不语。他又唤了一声，他没有摇他，只是用极轻的力道把他抱稳，让他靠在自己胸前。就在这时，那名锦衣卫终于动了，他缓缓踏前，每一步都不快，却让人下意识后退。站在街道中央的那些人，无论方才多么凶悍，此刻都自动让开了一条路。那不是命令，是本能。他走到战场中央，位置恰到好处，不前不后，却隐隐将司业与不语护在身后。他只回头看了2人一眼，那一眼很短，短到司业甚至来不及从那目光里分辨出更多情绪。随后他便转回身，目光落在秦岚身上。秦岚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却清楚地传遍整条街。秦岚的眉头急不可察地动了一下。风指挥使，他开口，语气平静，却比方才对战时多了几分谨慎。来人正是锦衣卫指挥使风烈。风烈看着他，目光没有敌意，却带着一种上位者特有的审视。这里是凤城，他缓缓开口，不是战场。这话听起来像责备，语气却不重。可秦岚听得出来，这不是提醒，是点名。我知道。秦岚回道，此事已与城主府通过气，城主也，城主府是地方。风烈打断了他，声音依旧平稳，锦衣卫管的是天下。这一句话说得极淡，却让不少人背后一凉。风烈看着秦岚，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件很普通的事。你在城中动用这重规模的力量，却没有事先知会锦衣卫，这让我很难做。他说的是难做，不是不许，也没有提拿人，话里话外却都是在怪他，没有把锦衣卫放在眼里。秦岚心中疑惑，却没有立刻表露。他很清楚，风烈不是会多管闲事的人。锦衣卫向来只在关键时刻出手，许多江湖血案，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可这一次，他不仅来了，还站在了司业与那女子身前，这本身就很不寻常。风指挥使，
秦岚语气放缓了些，此事牵涉旧案，并非单纯江湖纠纷。风烈淡淡看着他，旧案自有旧案的规矩，他说，可你现在做的已经是新事了。两人的对话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汹涌。而就在这时，思夜怀中的人忽然动了一下，不语的眼睫颤了颤，他像是从很深很远的地方被人一点一点拉回来，脑子里还残留着模糊的声音，断裂的画面，火光，奔跑，有人在喊他，雨儿，那声音很熟，熟到让他心口发疼。他慢慢睁开眼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光影晃动，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里。他下意识想要起身，却发现整个人被抱着，那种感觉陌生又安心。直到他看清那张近在咫尺的脸，思夜。他愣了一下，思夜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刚醒来的沙哑。思夜低头看他，那一瞬，他紧绷了一路的心终于松了一点。醒了，他说。不语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姿势，他被他横抱在怀里，整个人几乎贴在他胸前。那一瞬间，所有的恍惚都被拉回现实。啊！他下意识地低呼了一声，那声音不大，却在此刻显得格外突兀。交涉中的两人同时停下，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思夜与不语身上。风烈淡淡地看了一眼，他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秦岚却勾起了唇角，那笑容不深，却意味不明。思夜神情未变，他向来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更不会因为这重视动摇。不语却完全不同，他的脸瞬间红了，红得极快，从脸颊一路蔓延到耳根。他想要挣扎，却发现自己还有些无力，只能僵在那里，进退不得。放我下来，他小声说。思夜没有立刻动，他低头看了他一眼，确认他没有在发抖，才慢慢将他放下，却仍站在他身前，像是本能地挡住了外界的视线。就在这时，一声破空之响骤然撕裂空气。剑！那一剑来得太快，角度极刁，直直射向不语。不是试探，是必杀。思夜甚至来不及转身，风烈却已经动了。放肆！一声低喝，如雷在街道中炸开。风烈一步踏出，身影像是瞬一般出现在剑矢前方。他没有拔刀，只是抬手，一掌拍出。那支剑在距离不语不足3尺的地方被生生拍碎，不是偏开，是碎。木屑与铁屑四散飞溅，却没有一片落到不语身上。这一掌快到连思夜都慢了半拍，全场瞬间死寂。风烈的脸色第一次真正沉了下来。恕子而敢！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压不住的怒意。有人竟敢在他这个锦衣卫指挥使面前杀人，这不是挑衅，是打脸。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，街道另一端，一道瘦削的身影缓缓走出。白眉，白脸，脸色苍白得不像活人，嘴唇却红得异常。那人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华服，步伐轻得几乎没有声音，像是飘出来的。他的眼神落在不语身上，带着一丝冷意，又带着一丝确认。风烈转头看向那人，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危险，而思夜已经再次将不语护在身后。街道的空气再一次绷紧，真正的风暴此刻才刚刚露出轮廓。